嗨，我是木多。2021年的时候呢 ，DJI Mic 第一代上市时就轰动整个市场，大家都很惊讶，那个做稳定器无人机的公司居然可以把麦克风做得这么好。现在全网的创作者呢，衣领上几乎也都是夹着 DJI Mic。那么时隔2年，又防不胜防的发布了第2代的 DJI Mic， 我今天也收到货了。如果你也喜欢摄影器材相关的介绍和开箱呢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啊，不定期的有什么新东西都会实测来和大家分享。那我们赶紧来开箱吧。一个像化妆包一样的袋子，以及说明书、充电盒、数据线、防风套。那第一代是一个简单的袋子，第2代用这种方式呢，大概是想让大家出门时不会忘记带其他的配件。但它这样子整个体积就变很大，手感是非常沉重扎实的，外观是比较利索的线条，不像第1代很圆润。相较之下，我反而觉得第1代比较有质感，因为第1代的表面还有做横条纹的滚边设计，而第2代就只是一个单纯的素面，摸起来也不是第1代那种雾面的触感，是冰冷冷的金属质地。而且这个 logo 啊变这么大，也没有做金属材质，看起来就很俗气。而且第2代这个盒子，它是一定要按下去才可以打开，不像第1代直接推开就好。可能是怕说不小心会打开吧，但我使用第1代的经验也没有发生过它自己打开，因为还是要有一点力道才可以推开的。所以改成这样卡扣式的，我觉得有一点多此一举啊。虽然它的好处是说没有按的话，它就绝对不会打开，但你按到它也不会打开，按到之后要再推一下，所以就多此一举嘛。那打开来看，这个接收器很明显的变化就是这个旋钮，有时候手指头太粗啦，会挡住荧幕，而这个滚轮它会有一格一格的段落感，就能让我们比较好的去调整参数。所以说它基本上呢是有达到一定的辅助作用，但具体有时候很多选项你点进去还是一样不能够直接按，那有一部分却又可以，我也不太确定是什么逻辑。只是我必须说一下，虽然这旋钮很不错啊，但毕竟我用第1代的时候啊，争议我也没调，低切、指示灯、震动反馈这些功能都是一开始就有偏好的设定好了，其实也没什么再调整，不会时常变来变去的，所以这个旋钮也谈不上是什么革命性的突破了。但第1代的接收器热靴部分有一个问题，在第2代也解决了，那就是第1代的热靴转接板很难拆下来，而第2代呢，则是完全的把这个热靴独立开来了。而且之前那个热靴尺寸其实偏大，如果萤幕要面向跟镜头同方向，装进相机的热靴会有点塞住的感觉，很怕说某一方会受伤啊。第2代的热靴我实测，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，在安装上都是适度的卡住，只不过呢，如果接手机就会有多一块的东西在那里。但不管怎样，它这个热靴盖是真的非常好拆，现在只要这样轻轻一推，它就起来了。但又延伸了一个新的问题，那就是拆下来之后呢，这充电盒没有对应的插槽可以放置它，所以这个热靴盖也可能会很容易不见了。再来可以看到第2代这个磁铁很明显是比较厚的，而且它上面还有一个 logo， 另一面也有做不同的图样设计，非常的可爱。可能是因为第1代的磁铁很容易掉，所以第2代加厚这个磁铁，想要来做一个改良。但很可惜的是，我实测发现它还是很容易掉落，而且它掉落的时候会扯到后面的贴纸。只要扯到这个贴纸，它就会皱起来，所以可能还是要用夹的方式比较适合，或者是再接 3.5mm 的麦克风线。还有第2代的麦克风换成了透明的设计，可以看到里面的电路板啊、螺丝啊、晶片那些。但我觉得用透明真的很没有必要，里面的零件虽然摆得很整齐，但我觉得也谈不上好看，就整齐而已。我不会说整齐就是好看，除非说很喜欢科技感，那就会觉得好看。但不管怎样，以实用性来讲，用透明的只要刮伤或指纹按到就会很明显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外观上的设计完全就没有触动到我。反正我觉得它另一款的珍珠白可能会比较好看。只是很可惜啊，第2代的1:2全配版也不能选珍珠白，它是以单独的麦克风在贩售。那外观上大致上就是这样。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软体的部分，它具体有新增哪些功能呢？首先，第2代最大的卖点就是蓝牙，原厂默认是亮绿灯的接收器配对模式，得先按住录音键几秒，让它变蓝色，才会是蓝牙接收模式。在这个模式下，按住连接按钮，几秒后手机就能收到。这个 DJI 开头的，给它点下去，它只要持续亮着蓝灯，
手机也显示连接，就表示配对成功了。所以如果是用手机录影的话，真的是很方便，只要带一个这个麦克风就可以了。不过有一个叫智慧降噪的功能呢，如果没有使用接收器的话，它就无法使用。而且这个蓝牙连接的时候，麦克风内建的记忆体也无法同时录制备份档。只是也不用太担心啦，我实测这个智慧降噪的功能其实也很有限，甚至会影响原本的人声，改变原本的音色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算是噱头式的功能，有没有其实都没差，不用或许还更好。还有一个新功能就是相机推荐配置，因为每个厂牌的相机所预设的收音设定都不太一样，有些就比较小声，有些就特别大声。那第二代呢，有针对49款相机啊，包括最新的 GH6啊、A7C、5D4等等的型号，做了一个统一的设定。当你选好之后，这些音量都是 DJI 他们官方所认为最佳的争议设定。但使用麦克风之前呢，本来就会和自己的设备先做测试了，以确保不会爆掉或声音太小。所以这种相机推荐配置的功能，我也觉得有点多余。那第二代的线改成这种 L 头的，里面一样有铁丝能够凹折，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啦，它就比较不会跑来跑去的。因为线如果不固定好，它就会因为惯性而甩来甩去，就有可能会撞到接收器。但是都用到无线麦克风了，接收器再怎么撞，麦克风应该也不会去收到这个声音啊。所以这个线坦白讲，我也从来没有用过，我都是直接用弹簧线，不小心拉扯到也不会怕有什么东西坏掉。还有一个同步相机开关机的功能，它主要是说这个麦克风线跟相机接在一起的时候，会随着相机一起开关机，或者相机选择了没有录音的模式，它也会关机。能够一定程度的去省电，毕竟相机关机的时候，有时候可能会忘记关掉这个接收器，它就会持续耗电，但它的电量可以达到6个小时。我觉得相机关机的时候确认一下有没有一起关掉，应该也没有很难啦。如果说是赶场的话，那也不会连续6个小时都在赶，一定都还会有时间去确认，所以这个也不算是很厉害的功能啊。感觉比较厉害的是这个32bit 浮点，可以让你的声音有更大的宽容度。但是实际上，我们用这个功能的话呢，官方有说麦克风的录制时间会变短，我也没有实测，不确定说这个32bit 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。毕竟之前第一代的24bit 也都用得下叫了，没有遇过什么问题。为什么要牺牲来录这个32bit 呢？那续航力的部分呢，第二代多了30分钟，其他的部分都和上一代差不多。传输距离呢，依旧是250公尺。麦克风的尺寸基本上都是一样，整体重量说是少了2克。充电盒一样要充160分钟才能满电，然后能为所有的装置充电2次，实在说不上是什么巨大的升级啦。毕竟接收器和麦克风充满电只要70分钟就能录6个小时，依比例换算的话，充5分钟左右就能用30分钟了。我觉得如果你真的需要蓝牙的话，那就会很需要这个第二代，因为第二代才有蓝牙，第一代没有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如果要蓝牙的话，应该就是用手机录影的，那你根本就不需要买到这个1对2的全配版，你可以直接买一个麦克风就好。如果只买一个麦克风呢，价格只要1对2全配版的1/3，但是它就可以让手机的录影完全解放，不像第一代得装着一大坨的接收器，还可能会不小心撞坏。而且也不用担心没充电盒就不能充电了，因为它都有一个 USB-C 的接口，在外面也能够直接用行动电源为它充电，一样是70分钟就可以充满，所以根本不需要买一个这种充电盒。它说白了就是个行动电源，而且是很贵的那种，但电量也才3250 mAh， 行动电源可能500元不到就能买到2万 mAh 的，而且还能拿来给手机充电。那你如果是用非蓝牙的录影装置，就一定要买这种有接收器的。只不过第一代现在的二手行情也非常便宜啊，在台湾只要5、6千就可以买到了，相当于这个第二代的半价。但或许刚才提到什么新功能，对你来说真的非常重要，或者说我有少讲了什么你觉得很厉害的功能呢？我也很好奇你的想法，是什么会让你愿意多花5、6千元来买第二代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其实我觉得第一代真的是做得太好了，所以莫名的对第二代就有过分的期许。第二代我甚至觉得它反而没有第一代来得好，因为它多了一些花俏的功能，但对一般创作者来说都不实用，反而外观变成了很不实用，也谈不上好看的透明。那如果以蓝牙功能来讲的话，第二代就真的很好，只不过说就不用买到1对2这样的全配组，而且还能买那款珍珠白的，可以说是拓展了手机录影的族群吧。总之 DJI Mic 不管第一代还是第二代，其实都是很不错的产品。
它能很有效的让收音更加便捷，并且解放线条的牵绊。但不论有线无线啊，最重要还是我们的内容。一个好的内容，就算单纯用手机的麦克风收音，也能吸引人家把影片看完。所以说，你或许根本不需要这个无线麦克风。虽然我也很喜欢这些影视器材的最新资讯啊，但我也时常警惕自己不要变成器材控，一切化繁为简才是最好的。所以欢迎在下方资讯栏领取手机就能拍，它是一个自媒体的启动指南，里面有包含设备选购的建议，还有内容创作的一些方向，让你不用花大钱就能开始进行自媒体的创作之旅。那如果对自媒体的经营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也欢迎加我的 LINE 直接私讯我，我每天都会进行回复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影视器材相关的知识或开箱分享的话，欢迎订阅追踪，只要有新东西，我就会实测开箱给大家看，跟大家分享心得，分析看这东西适合什么样的族群，能让你的钱花在刀口下，甚至避免为用不到的花俏功能去多付1分钱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